震惊！路边求助的18岁少女竟是人贩子。警惕陌生求助者，少女假称钱包丢失，将路人骗走后拐卖。妇女被拐1天后被解救，亲自将人贩子告上法庭。著名律师罗怀仁竟为人贩子辩护，伪善面目被揭露。备受瞩目的楚青青拐卖妇女案将于今日开庭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法庭外，很快，此次案件的当事人就会到达现场。本次庭审将会采取公开直播的方式进行。楚青青，是什么让你18岁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？你今年就要高考了，你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父母，想过自己的前途？您的背后是否有更大的犯罪团伙存在？我就是人贩子，人贩子都该死，请大家一定不要放过我。现在正式开庭，传被告人楚青青到庭。请控辩双方提交诉讼请求。被告楚青青伙同赵光宗拐卖、强奸、拘禁、虐待我方当事人田碧莲，致使我方当事人受到严重的身体和心理伤害。1. 我方请求判楚青青有期徒刑10年。2. 原告请求附带民事赔偿20万元。10年？你们对人贩子的惩罚这么轻啊？20万？你这种孩子都生过的老女人，就算把你拆开卖了也不值20万。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我想钱想疯了，想钱想疯了，不是你这个人贩子吗？审判长，大家都看一看，大家都看看，我这些伤都是被他害的。我要不是获救的早，我可能早就死了呀。我内心遭受的伤害，更是一辈子都没法修复的。我给你20万，你可以承受这一切吗？说的也有道理，受害者嘛，要点赔偿也是应该的。我看20万不够吧，100万怎么样？你什么意思？好了，请原告讲述案情吧。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那一天。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那一天。那天我从玩具城出来，在路边等车，看见他一个人在找什么东西。我看他可怜，就好心上去问他怎么了。小姑娘，你在这找什么呢？阿姨，我的手机和钱包都弄丢了，我刚刚还放在兜子里的，现在都不见了。你别着急啊，你知道在哪里丢的吗？我也忘了，应该是那边。小姑娘啊，你别慌哈，你家住哪里啊？我家在那个方向。阿姨家也住那边，要不阿姨待会儿送你回去吧。这怎么搞的呀？这手机钱包丢了，这多不方便呢。来，别怕啊，阿姨送你回去。田爷，就是这儿。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我好心帮他，他居然利用我的同情心，将我骗到他同伙赵光宗的家里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进去！你放开我！楚青青，楚青青，楚青。
姐姐，楚姐姐救我！楚姐姐，救我！楚姐姐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！我求求你，你别伤害我！我给你钱，我求求你放过我！赵光宗他打我，强奸我。当晚就又把我卖到了别的村里。还不错。哎，给。哎呀，这女的都30多了吧？啊，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，3万，哎，不少了。行，慢走啊！哎呦，对，起来，家宝啊，来，妈给你买的媳妇儿。接下来怎么做，妈教你了的啊！你可得加把劲儿，早点给妈弄出个大胖孙子来，可别让妈的钱都白给了啊！媳妇儿，我媳妇儿。要不是警察找到我，我可能这一辈子就会被困在那个破烂的小山村里。审判长，我丈夫死得早，我平时要照顾家里的2个老人，我那个孩子也才5岁呀。遇到楚青青的那一天，我出门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想要奥特曼玩具。”在家里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，好不好？然后下午就给你带奥特曼回来。那你要早点回来。我被解救回来的那一天，我儿子看到我满身都是伤，他眼睛都哭肿了，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了，我都没法跟他说。我真的没法想象，我要是没有获救，我那可怜的孩子怎么办呀？审判长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要严惩这个人贩子啊！你死在山里，都是你自己活该。审判长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一定要严惩这个人贩子啊！天哪，现在人贩子拐卖人口的手段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？现在有很多犯罪啊，都是来通过扮演弱者，博取人们的同情心。比如谎称自己的猫走丢了，然后啊，找路人帮忙寻找，结果把人引到了偏僻的地方，直接弄晕了带走。你以后啊，可千万要小心这些啊！哎呀，这也太可怕了！我以后在外面绝对不理那些人。也怪不得都说我们人心冷漠，要怪就怪这些混蛋太无耻。你死在山里，都是你自己活该。你看这个人贩子都上法庭了，还敢这么嚣张？要我说呀，判他10年都算轻的，最起码呀，得让他把牢底坐穿。对，被告人楚青青，你对于原告方的案情讲述是否存在异议？没有，就是我把他卖给了那个老头。请被告方提出诉讼请求。审判长，我是被告楚青青的辩护律师罗怀仁，我方请求。罗怀仁，你就是山城那个最出名的律师罗怀仁。网上说你打官司从无败绩，
还经常给拐卖案的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。是我。亏我以前还觉得你是个好人，你居然给人贩子做辩护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人贩子拐卖妇女，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，并给受害人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，所以我方申请判处人贩子无期徒刑，并赔偿受害人100万元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不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吗？怎么帮着原告说话啊？这还不容易理解吗？罗大律师最讨厌的就是人贩子，他巴不得天底下人贩子都死绝了，当然不会帮人贩子做辩护了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。连你的辩护律师都不帮你，罗律师说的没错，你就应该牢底坐穿，然后赔我100万。审判长，我认罪，我也接受法院的一切判决，但是在您判决之前，我申请讲述案件的全部事情经过。审判长，我已经把案件的事情经过讲得清清楚楚了，现在人证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田碧莲，就算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我也有替自己辩解的权利。你这么着急阻止我说话，是在心虚吗？我是受害者，我心虚什么？我就是因为知道你这个人最会撒谎骗人了，我不想你这个人贩子在法庭上胡说。请被告人讲述事情经过。我不是山城人，那一天我从农村老家来到城里打工挣钱，可没想到。喂，妈妈。青青啊，你想打工挣学费，妈妈不拦你，但是你好歹在家过完明天的生日再出去啊。妈妈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。谢谢妈妈，反正就一个寒假嘛，礼物我回家的时候再拿呗。啊，那好吧，你每天记得给妈妈打电话报平安，妈妈等你回家。好，拜拜，妈妈。我手机和钱包呢？小姑娘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手机跟钱包丢了。他说他刚好住在我家附近，可以一起回家，并且他会帮我付车费。我们路过一个小镇的时候，他又说他家有一个工厂，他可以带我去看一看，顺便给我安排工作，就带着我下了车。一会儿啊，我带你去工厂看一看。哎呀，就在楼上，来。就在前面。就这家，来，就这里。坐。累了吧？青青啊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先去办点事啊，一会儿我就回来，休息会儿哈。买家你找好没？你找好了没有？哪有那么快呀？我待会儿打电话到刘家村问一问。这可是好货，你得给我把价格抬高一点。行，等着，找着了告诉你。快去！
天野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是能去你家工厂看看了吗？要是合适的话，我就回家跟我妈妈说一声，然后就来上班行吗？我妈要是联系不到我，肯定会很着急找我的。当然可以。不过阿姨年纪大了，体力有点不好，要不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带你去工厂看看，保证在天黑之前送你回到家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哦，对了，天野，我正好有2个女同学也在这个镇子上，昨天她们还跟我说呢，想跟我一起来打工，要不我去把她们2个给叫来，你把我们3个一起收了。2个女同学？天野，你正好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，肯定也累了。我还怕这个宾馆不太安全，有人偷我行李呢。要不咱们这样，你就在这个房间休息，然后再帮我看下行李行吗？我去就来。也好，反正我那个工厂也缺人手，你就把他们全部都带来，我呀多给你一点工资。好啊，那我先走了，快去快回。3个。我跑出来之后才想起，我的手机和钱包都被偷了，没法联系家里人，也没法买票回家。我害怕田碧莲发现不对会跑出来追我，这样我就完了。大爷，你要老婆不要？这样，我待会儿给你带个女人过来，你给我600块钱行不行？行，走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走！你放开我！走！你放开我！我确实是卖了他，我也承认我当时确实有报复他的心理存在。可是如果我不那样做，被卖掉的人就是我呀。史班长，你怎么判决我都行，但是田碧莲这个真正的人贩子，绝对不能放过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史班长，我不是人贩子，你们不要信他的话呀！这个人他最会撒谎骗人了，我不是人贩子。田碧莲，刚刚你自己都同意了，人贩子就应该被判无期徒刑，并且赔偿受害者100万，对吧？
我也同意。我不是，既然你我都同意，那这100万就抵消了，我们一起把牢底坐穿。审判长，我再明确一下我方诉求：原告田碧莲蓄意拐卖我方当事人，我方申请判处原告田碧莲无期徒刑，并赔偿我方当事人100万元。你们这是污蔑！污蔑！这就是你们当时入住的宾馆走廊监控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你和同伙商量要把我当事人卖掉的全部过程。买家，你找好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呀？我待会儿打电话给刘家村问一问。哎，买家，你找好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呀？我待会儿打电话给刘家村问问。这可是个好货呀，你得给我把钱抬高一点。行，等着，弄好了回来告诉你。快去快去！哎，田碧莲，你对这段监控内容是否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你是？我在网上看到过你，可是你不是只帮受害人吗？为什么会来找我？因为仇恨。我姐姐罗怀清8年前被拐，我找了整整4年才终于找到她。舅舅，妈妈还会回来吗？你妈妈从未离去，她只是挣脱了时间。姐姐，你的血不会白流。所以你这些年打了这么多拐卖案，都是因为你姐姐。可是你怎么就那么笃定我说的是实话？因为这些，我姐姐去世后，我通过她的日记走访了很多地方，才拍下这些照片。就是她田碧莲，这些场景手法一模一样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你想让田碧莲这种人贩子也亲身体会一下被拐卖妇女的痛苦，但是你不能以暴制暴。想要达成目的，你必须要拿起法律的武器，而且讲究方式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我们要继续扩大这个案件的热度，吸引更多观众，然后在法庭上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，利用舆论的影响，帮我们搜集更多的证据。没有异议。啊！天哪，这个田碧莲是人贩子，楚青青才是受害者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？还是再看看吧。田碧莲，那你这是承认了，你才是人贩子？不，我不是，我是被污蔑的。你又说我污蔑你，现在证据就摆在这儿，在场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听到说你们要卖了我，难不成你要说这个监控视频是伪造的？这个监控视频没有错，里面的话也确实是我说的，但是你倒是说一说，我到底哪一句话说要卖掉的是你？你们当时说怎么说不出来了吧？罗大律师，你不如把视频再重新放一遍，让大家伙再听一听，到底我哪一句话说要卖掉他楚青青？买家，你找好了没有？
哪有那么快呀？我待会儿打电话给刘家村，问问。这可是个好货呀，你得给我把钱抬高一点。行，等着，弄好了回来告诉你。我们正经做生意卖货，居然被你们曲解成拐卖人口。审判长，我冤枉了我。谁冤枉你了？你就是个人贩子！我当初就是看到你这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信了你的话，把我害得那么惨，你现在还要编瞎话来害我，你良心何在啊？好，既然你说你们对话中的货说的不是我，那你告诉我，除了我这个被你拐来就关在房间里的人，你还有什么货？楚青青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之所以可以把我拐卖了，是我好心打算把你安排到我工厂里工作。我当时就是在给我工厂的销售谈擦库里的货物。是吗？那你把这个人给叫来，看看他到底是你的销售还是你的同伙。他前段时间辞职了，我哪知道他现在在哪？他什么辞职啊？他明明就小小年纪，你心肠那么歹毒的你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我居然帮了这个人贩子，到头来害得我被卖给了老头还有山里的傻子。在这个法庭上，我还要被一个人贩子倒打一耙，反过来诬陷我是人贩子，真是让这个世界上的好人真的是寒心的我啊！审判长，被告方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受害人有拐卖他的意图，而被告人楚青青及其同伙拐卖、强奸、拘禁、虐待受害人的犯罪行为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而且，被告人楚青青在刚刚的庭审过程当中态度极其嚣张，多次污蔑受害人，可见其毫无认罪悔罪的态度。我方申请从严判处被告人楚青青。开庭前，我会去找田碧莲的犯罪证据，但是在证明他是人贩子之前，我们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证明你不是蓄意拐卖他，也就是证明你不是真正的人贩子。审判长，我不认同刚才公诉人的发言。首先，我方当事人在描述案件过程中，证据明确，逻辑自洽，行为合理。公诉人方不应当如此草率地定性为无名。而且在我方当事人视角中，他当时处于被拐的恐惧状态，迫不得已才采取了自救措施，不应当负刑事责任。不应当负刑事责任？你的意思是还要给他做无罪辩护吗？没错。没错，从我方获利600可以看出，我方根本就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，所以我为他申请无罪辩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他当时只拿了600块钱，但是他的同伙又把我卖到山里，卖了3万呢！你作为知名律师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在法庭上避重就轻吗？不是的，我真的只拿了600块钱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赵光宗，我们不是同伙呀！我当时只是想找个人帮我拖住人贩子，我害怕他再抓我回去，我就在大街上临时找到他，我只是害怕再也回不了家，再也见不到我妈妈了。我看楚青青的样子也不像在说谎呀，难道他真的是为了自保，才随便找人把人贩子给反卖了？我呸！你个小骗子！当初我就是看了你这副可怜的样子，信了你的话，然后把我害成这个样子。你说你跟他不是同伙就不是同伙了？你问问在场的各位，有谁会信你的话？这么离谱的话，反正我是不信。如果是你，突然来一个陌生人要把一个人卖给你，你会买吗？我肯定不会。对呀，这不仅随便就买了，还马上转手就卖了出去。这一看就早有预谋，甚至是多次合作。就算你告诉大家是我想要拐卖你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没有人相信你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都不会影响事实。已查明，我方当事人跟赵光宗在事发前和事发后
都没有任何现实及通讯上的接触，而且赵光宗的口供也清楚地表明，我方当事人跟赵光宗在案发前并不相识，他们并非同伙，所以赵光宗的犯罪行为与我方当事人完全无关。大家看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不认识他，我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呀。不是同伙又怎么了？你随便把我卖给别人，就不是拐卖了？你只卖了600块钱，就不是拐卖了吗？你说你不知道他会干什么？你把我卖给一个老男人，你不知道他会要干什么吗？原告，请控制好你的情绪。审判长，拐卖妇女后致使妇女受到不法的伤害，这是属于可预见的后果，并不能因为一句没有预谋和不知道就能洗脱罪名。被告方只能证明自己和赵光宗没有实现预谋，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在处于危机情况下被迫拐卖受害人。而被告先是假装自己的财物丢失，获取我方当事人的信任，然后将其带到偏远地区将其卖掉的行为，证据确凿，这属于完全有预谋的故意犯罪，并且应当承担后续责任。但是仅仅靠证明你和赵光宗不是同伙是不够的，要让审判长知道你不是预谋犯罪，就必须要先证明你的手机跟钱包被偷，这件事是真的。这要怎么证明啊？公诉人说我方当事人是有预谋的犯罪，并且证据确凿，那么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？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啊？在拐卖的过程中，两人同行的监控、买方赵光宗的口供等人证物证齐全。这个过程，在被告楚青青被捕后的口供和刚刚的当庭描述中也都承认了。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。你是想当庭翻供吗？我不是要当庭翻供，我只是想再强调一下，我从头到尾承认的都只是把田碧莲卖给了赵光宗，并且拿了赵光宗600元这一件事情。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自保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挣钱而拐卖他。谁知道你要卖我干嘛？你拐卖我已经是成为事实，证据确凿。我方当事人的意思是，既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财物被偷和陷入被拐危机是假，也就不能证明田碧莲要拐他的事是在说谎。这是诡辩吧？法庭上还能这样吗？这不就是在钻空子吗？这么来说的话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都说他是山城最厉害的律师，原来靠的都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真恶心。这个人贩子也太不要脸了，明明是他拐卖了别人，非要倒打一耙说是别人拐卖了他。这个田阿姨也太可怜了。对方辩护律师，我方对案情的描述和控诉完全都是有理有据的，反而是你方在描述案情时添油加醋、虚构事实、偷换概念，多次污蔑本案受害人，试图逃脱法律的惩罚，毫无悔改之心，真拿法律当儿戏了吗？被告，请严肃对待本次庭审。审判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只是出来打工，然后丢了手机和钱包，差点被他拐卖，我没有骗人。得了吧，你说真的就是真的，你一点证据都没有，你就在那骗人，你信不信我告你污蔑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证据？哼，我卖你的事情都没有办成，根本不可能有拿得出的证据。你要是有证据，你等什么？你拿出来呀！被告，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所说的是真的？审判长，他说我谎称财物丢失，蓄意拐骗他，而我说我是财物丢失被他拐骗，是不是现在只要我能证明财物丢失这件事情是真的，就能证明我说的话都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能证明一部分。好，现在能证明我财物确实丢失的人就在庭外。你又想拿什么诡计来骗人呐？难不成把你老妈子叫来给你作证啊？哎呦，我的女儿真的钱包和手机真的丢了，找了好久都找不到。鬼知道你的手机和钱包是不是你自己扔的？嚣张不了多久。审判长，我申请让我的证人入庭。带证人入庭。
在这儿。卖家，你找好了没有？哎呀，哪有这么快呀？待会儿我打个电话到刘家村问一问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啊，不，我不认识，我刚刚看错人了，认错了。难怪前阵子这个老废物突然就没消息了，竟然是被他们给逮到了。证人，请介绍自己的身份，并讲述证词。我叫王林池，今年1月初的时候，我在路边上偷了他的手机和钱包。王林池，你与本次诱拐妇女案当事人楚青青是否相识？不认识。你能否为你所说的证词负法律责任？我能啊，审判长，就他那点破玩意儿也不值几个钱啊，干嘛关我这么久啊？我赔他钱，你看你们把我放了行不行啊？难道他被抓过来是因为偷了他的东西？盗窃案需另行立案，不属于本次庭审内容，我没法回答你。审判长，我方在3个月前报了失窃案，并在警方的帮助下抓到了那一天偷窃我方当事人财物的小偷王林池，所以可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所言属实，他并非蓄意拐卖田碧莲。审判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是被偷了才会被田碧莲盯上，并且被他拐卖。我当时进城只是想打工挣钱，赚学费罢了。他居然真的被偷了东西？难道这个楚青青说的是真的？偷东西的是他呀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都好心说要送你回家了，你怎么能够把我拐卖了来填补你的损失呢？实在不行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给你钱啊！你怎么能够恩将仇报的把我卖给那个死老头子呢？到现在你还在污蔑我，我真是命苦了，救了一个白眼狼。我一把年纪了，还要遭这个罪，田女士，别哭了，你放心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一定会让犯罪者付出代价。这田阿姨也太可怜了，好心好意的帮忙，却帮了个没良心的东西。要我说，当初就不应该救他，让他回不了家，冻死在外面才好。好了，请原告注意控制情绪。审判长，被告方的证人王林池只能证明楚青青财物被偷的事情属实，但这根本不能作为他逃脱罪名的理由啊。正如我方当事人所说，他明明已经得到了我方当事人的救助，完全可以安全的回到家之后，然后报警，挽回被盗窃的损失。他却临时起意，将我方当事人拐卖，致使我方当事人受到严重的侵害。就算这不是早有预谋的拐卖，也依旧主观犯罪意图明显，犯罪性质恶劣，应当严惩。你听不懂话吗？我不是因为被偷了才卖掉他换钱，而是因为他是人贩子，我才要这么做的。你口口声声说原告拐卖你，证据呢？你还想要什么证据？至少要有他完整作案过程的证明，以及他和买家的交易记录。完整的作案过程，交易记录，你要的这些东西我都没有，因为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存在，我今天压根就不会出现在这儿。能证明我财物丢失没有犯罪预谋的证人就在这儿，他和同伙商量说要高价把我卖掉的结果也在那儿。你仔细的想一想，这2样证据还不够说明问题吗？楚青青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监控视频的事情我已经解释清楚了，我当时就是在跟销售谈仓库里的货物。审判长，他毫无悔意，别说是赔偿我100万了，就算赔偿我200万也不过分。田碧莲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当时就是在跟同伙是怎么商量卖了我？你非要说他是我的同伙，你倒是把他叫过来替你作证啊！哼，想不到吧？他就站在你的身边，不过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。要是我把他给找来，
你敢跟他对峙吗？那个监控根本就没有拍到王凌迟的脸，隔着窗户肯定也看不清，他根本不可能认得出来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你倒是叫啊，叫过来我就敢对峙。被告楚青青，你是否还能记得你那天看到的人的长相？当时被挡住了，没能看清。没看清楚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罗大律师，你愿意给他做辩护，不就是听信了他这些鬼话吗？照我说呀，你与其在这里想方设法的编瞎话，给他做无罪辩护，不如趁早带他去医院看看脑子，说不定呀，还能鉴定成一个精神病。说他有那个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，这样啊，连牢也不用坐了。我不是精神病，你就是精神病，我不是精神病，你就是精神病，你才是人贩子，你病得不轻啊你！你就是拐卖了我。肃静。审判长，我跟这个案子真的是没关系啊！你看我这证词也说完了，您能不能让我先走啊？带证人下去吧。等等，他不能走，因为田碧莲的同伙就是他。他不能走，因为田碧莲的同伙就是他。被告，你说你找到了田碧莲的同伙，而这个人就是你的证人王凌迟。没错，这个小偷跟田碧莲在宾馆走廊里商量要卖掉我的就是同一个人。他们一早就盯上我了，先是偷走我的钱包和手机，然后假装好心人把我带走，最后想找到买家把我卖掉。真的假的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难怪刚才田碧莲看见王凌迟进来的时候反应那么大呢。你别在那里胡说八道。他没有胡说八道。审判长，您不妨看看这个视频监控的后半段，虽然没有拍清楚脸，但是那个人的走路姿势跟王凌迟一模一样。王凌迟，监控视频里的人是你吗？不是他。全世界那么多的瘸子，你们凭什么看一段模糊不清的视频就下定论？田碧莲，审判长问你了吗？你这么着急否认，分明是心虚。你放屁！你污蔑我，还不允许我自己辩解了？你们大律师就是这么给人定罪的吗？这个走路姿势我看不太出来，但这个田碧莲和王凌迟的反应真的很不对劲。一个走路姿势能说明什么问题？我看呢，他们多半是因为被污蔑，才会这么着急的。这个楚青青和罗怀仁就是欺负人家年纪大了，脑子不灵活，才坑他们。法庭上还能这样？当然可以了，只不过令我意外的是，没想到罗怀仁竟然是这样的人。为了胜诉，连这种肮脏的手段都用上了。怪不得从来没有败诉过呢。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难以被搬动的大山，所以在证明你没有犯罪的故意之后，我们还需要逐步的瓦解田碧莲在众人心中受害者的形象。怎么瓦解？让他撒谎，然后当众拆穿。你既然说视频监控里面那个人不是王凌迟，那天跟你在一起的人叫什么名字？你说你找不到他，那他的名字总该记得吧？来，告诉我他的名字，我马上就能找到他。他叫……哎呀，没天理了！我一把年纪了，还要受这个小贱人拐卖，那个老贱人的欺负。我一个受害者，你们不仅怀疑这怀疑那的，那个人贩子随便指认一个小偷，你们都相信。我真是命苦啊！你们干嘛要把我解救出来，让我死在那个山村里面多好啊！肃静！你还在这胡搅蛮缠转移话题。审判长，
监控视频里面的人就是王林池，他就是和田碧莲拐卖妇女的同伙。王林池，你是否如被告所说，与田碧莲联手拐卖妇女？没有啊，审判长，我真的就是个偷东西的，我跟这案子没关系啊！你不能因为他一句话就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。辩护方律师，你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王林池就是监控视频里的人？审判长，我申请向证人王林池问几个问题。我反对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而且你们也根本没有证据，凭什么你胡诌一句就浪费大家时间？反对无效，证人王林池与本案密切相关，同意辩护律师向证人王林池提问，请证人王林池如实回答。好，王林池，第一个问题，案发当天你有没有去过监控里面这个宾馆？没有。王林池，你想清楚了，给我好好回答，你到底有没有去过？别看他，看我。我没去过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你盗窃我当事人的财物时有没有同伙？没有，我一个人干的。还算这个老东西有点脑子。王林池，你确定案发时只有你一个人吗？罗大律师，一个劲儿的问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有什么用啊？啊？难不成你多问几遍，这个黑的就变成白的了不成？我看你们呢，还是老老实实的认罪伏法吧。黑的能不能变成白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王林池刚才说的话都是假的。虽然走廊监控没有清楚地拍到王林池的脸，但是这个监控画面可以证明王林池到过这个宾馆。这回你不能说是巧合了吧？更何况王林池刚刚一直否定进过这家宾馆。虽然王林池的盗窃现场没有监控，但是在当天街边200米外的距离有一家便利店，拍下了王林池和田碧莲近距离接触的画面。根据监控上的时间，与我方当事人最后一通与妈妈的通话记录上显示，这中间的过程不到6分钟。所以楚青青的钱包和手机就是你和王林池偷的，为的就是更方便的拐走他。没有，我没有，这个照片绝对是你伪造的。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！我命苦啊！原告，请不要在法庭上喧哗。王林池，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你去宾馆找田碧莲是为了什么事情？王林池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在法庭上已经撒了2个谎了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你主动供述案情，就还能算你自首，加立功表现，你就有减刑的机会。但是如果你还是拒不承认，等案子查清楚，你失去的可不仅仅是减刑的机会，你还会多一条作伪证的罪名。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我找他是为了，王林池，你说破天了，你只是一个小偷。你要是在这里乱说话，这不仅是在做伪证，更会被人当成人贩子抓去坐牢，不仅害了你自己，更害了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。原告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庭纪律，属于违法行为。审判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想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冤枉我呀！王凌迟，请如实回答辩护律师的提问，并保证对自己的回答负法律责任。我承认，田碧莲，她就是我的同伙。我找她是去跟她商量出货的事儿。你说的出货是出什么货？是不是被你们拐骗过来的楚青青？
我说的出货是指我偷的手机。这种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真不要脸！我偷的手机。什么？他是手机？骗鬼呢！依我看啊，这场庭审他根本就胜诉不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他们拿出来的都是佐证，根本就没有直接证据。就算按照他所说的，田碧莲想拐卖他也只是未遂。反倒是他自己拐卖田碧莲的事儿，证据确凿。哪怕事出有因，那也只能减刑。想反告田碧莲，绝无可能。你说，出货指的是你偷的手机？是。审判长，我实话跟您说了吧，其实我跟王林池平时也会做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儿，可是确实是实在没有钱，我们才出此下策呀。那天我们偷了他的手机之后，我们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，想着只谋财不害命，我们打算把他安全的送回家，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嘛。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承认？我刚开始不说，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做小偷偷东西，可是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把我给卖了，害得我被那个老头子。田碧莲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们说的货分明是我。你有证据吗你？我怎么拿不出证据了吧？审判长，他就是在撒谎啊！就算你后来知道了我们偷了你的手机和钱包，你也没必要报复我，把我拐卖了呀！大不了我们把东西都还给你，再赔一点钱就是了。你什么你？你小小年纪，心肠怎么那么歹毒啊？我都差点被打死在那个山村里了。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，我丢了清白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行了，别哭了。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你们的意思是，你们是为了钱财而进行偷窃？没错啊。那这个东西，你们怎么解释呢？这里面是当初逮捕王林池时的案情记录，里面清楚地写明了，逮捕王林池时，不仅在他的居住地找到了我方当事人的手机和钱包，还发现了10余部不同型号、不同生产日期的手机。难道这些也是你们偷来的吗？是我偷的，我就是个小偷啊！对，小偷。那按你们所说，你们偷东西是为了钱，那为什么这么多手机藏在家里而不去卖掉换钱呢？我们是因为这些手机都是你们从受害者身上搜刮来的。你们为了让受害者无法与外界产生联系，所以拿走了他们的手机，但是又害怕把他们的手机卖出去，容易被警察盯上。毕竟小偷只是为了钱而冒险，偷了手机再卖掉，但是你们却不敢因为持有失踪人员的手机而被警方盯上，所以藏在家里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们就是至少作案10余起的人贩子。王凌迟，你怎么解释？我审判长，他在胡说八道，污蔑我们没有，我们只是……我没有问你的时候，就请你给我保持安静。王凌迟，你说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当初不是只说让我来当证人的吗？不对，他们现在的证据只能证明我是一个小偷。刚刚说的都是他们的猜测，根本就没有掌握证据。而且那些手机的手机卡我早就销毁扔掉了，甚至有的手机早就坏了，就算查也查不出什么东西。审判长，我冤枉啊！我真的只是个小偷啊！
我之所以留着那些手机，它完全是因为没卖出去而已嘛。罗大律师，你之前明明说的，只要我答应来作证，你们就不追究我之前偷他东西的事了。那你也没告诉我，还要背上拐卖妇女这么大的黑锅呀？对呀，就算我偷了他的东西，他要报复我，把我卖给那个死老头，这还不够吗？现在你们还倒打一耙，污蔑我是人贩子，这就是你们大律师的手段吗？倒打一耙的明明是你们，这就是你们大律师的手段吗？对啊，这个罗坏人可不简单啊！比起这2个人是人贩子还被对方卖了这种离谱的事儿，我更愿意相信是罗坏人为了保护当事人而污蔑受害人的可能性更大。是啊，说到底，这个楚青青一直在说自己的猜测，差点就信了。什么大律师，真是阴险。行了，把证人王凌迟先带出去吧。审判长这个时候让王凌迟走，难道他已经相信了王凌迟和田碧莲的话？等等，把证人带到庭外休息，随时接受传唤。审判长这样说，是不是代表着他对王凌迟还是有一点怀疑的？请被告和辩护律师摆正自身的态度。减刑最有效的方式是如实供述自身的犯罪事实，认罪和悔罪，而不是这些歪门邪道。审判长，这个小骗子不仅不认罪悔罪，还在污蔑我，这不仅给我这个受害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，更是在侮辱您这个审判长，侮辱整个法律。依我看就应该让他牢底坐穿，也让其他的犯罪分子好好看看，在这个法庭上搞这些歪门邪道是什么下场。你别再狡辩了，赶紧认罪吧，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审判长，我没有狡辩，请您仔细的想一想，现在已经证明了田碧莲和王凌迟是一伙的，是我这个刚出来打工的高中生认为他们拐卖我，然后选择自保比较合理，还是这2个小偷偷了我的东西之后，居然要送我回家比较合理？也请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不是我面临了极大的危险，我就算认为他们是小偷，要趁机报复，为什么不在我回家之后见到家人再报警？为什么偏偏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害他，去卖他？对呀，这不合理呀，确实有点奇怪。大家再回想一下，这些年发生的各种拐卖案件，是不是先让受害者先陷入困境，然后再假装好人来哄骗？而这种介绍工作的理由，是不是人贩子最常用的借口之一？我现在确实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是田碧莲要拐卖我，可是他呢？我已经证明了我的手机和钱包就是被他们偷的，就算现在要找到证据，也得是他先证明他来找我是要送我回家，而不是要拐卖我。原告，你在偷走被告的手机和钱包之后，为什么还要送被告回家？你是抱有什么样的目的？审判长，我不都已经说了吗？虽然我们是小偷，但是我们只谋财不害命啊！王凌迟得手之后，我本想就走的，但是我看见她一个小女孩，这么冷的天一个人在马路上走，怕她出什么意外，所以才打算送她回家。我这也是出于好心呐。哼，好心的小偷，你如果真的这么好心，一开始就不会偷我的东西。怎么还不准小偷做好事了？那你直接给我路费，让我自己坐车回家不行吗？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亲自送我回家？不就是想趁机拐卖我吗？对呀，为什么不直接给路费，让人自己回家？确实太可疑了。我们当时不是说了吗？我跟你是顺路啊。再说了，你自己说一说，我带你坐车，是不是你回家的路线？这田碧莲说的也有道理啊。这人贩子都是把被拐的人骗得越远越好，哪有往他自己家里拐的？
我们坐的车确实是往我家方向开的，可是你中途经过那个小镇的时候就把我带下车了，我看你就是趁机要拐卖我。我呸！明明是你在那里装可怜，说自己出来工作挣钱，丢了钱包和手机，然后我才好心好意把你带到我家的工厂，给你安排工作，也是你自己同意跟我下车的，怎么好像我绑了你似的？真是白眼狼！带我去你家工厂，给我介绍工作。对呀，怎么了？你一个小偷哪来的工厂能给我安排工作？审判长，我方已经经过调查，原告田碧莲名下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工厂，而他口中所谓的把我当事人带下车介绍工作，这完全就是谎言，这就是人贩子常用的拐卖伎俩。田碧莲，你为何谎称自己有工厂，半路带被告下车？我什么时候说我给他安排工作的工厂是我自己名下的了？你刚刚可是亲口承认，你说要给他介绍你家工厂的工作，才中途带他下车的。刚刚大家可都听到了。工厂是我家的，但不是我自己的呀。我表姐夫家的弟弟在那个镇上开了一家米粉加工厂，不信你去查查。表姐夫的弟弟？对呀，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怎么能说是你家的？这分明就是临时找的借口。那又怎么了？你见不得我们家亲戚之间关系好呀？我给我表姐夫家的弟弟的工厂介绍临时工，这没有问题啊。你，审判长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就算他们查出我名下没有工厂，怀疑我是人贩子，那也是在他们拐卖我之后呀。所以他们口中所谓的怀疑我是人贩子，所以要拐卖我的说法，根本就是他们事后为了脱罪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呢。田碧莲，你怎么有脸能说出这种话？楚青青，我建议你摆正自身的态度，积极认罪悔罪，不要再继续狡辩了，试图污蔑被害人。审判长，你再仔细想一想，就算我对他有恶意，我都已经把他骗到手了，又怎么可能放他一个人出去吗？你再想一想，我要真的对他有恶意，我都已经把他骗到手了，又怎么可能放他一个人出去吗？对呀，田碧莲要真是人贩子，哪里会给楚青青逃跑的机会？果然吧，这个楚青青啊，就是个骗子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一切，都是他精心编织好的谎言罢了。审判长，当时我能逃出来，并不是因为他对我没有恶意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他太过于恶毒，我才能够成功的逃出来。大家还记得他放我离开的理由吗？对了，田姨，我有2个女同学也在这个镇子上，她们昨天还跟我说想跟我一起打工的，要不我把她们2个带来，你把我们3个一起收了吧。2个女同学？一个小镇上的米粉加工厂怎么可能会要3个学生当临时工？他就是想再多拐2个人才会放我离开的。他就是一个人贩子。对啊，一个小镇上的米粉加工厂，基本上自己家2、3口人完全忙得过来，怎么可能需要招这么多临时工？还是些小女孩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田碧莲确实有很多可疑的地方。你个小贱人，你还想骗人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哼，那照你这么说，你是怀疑我是人贩子，所以才骗我才离开的？那天明明就是我信了你的话，在宾馆里等你。那个女孩怎么还没回来呀？田野，我那2个同学答应你了。真的？那他们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？他们行李太多了，而且家里也没什么大人，要不田野你去帮他们拿一下？好，来，现在就去啊！走，然后你就把我骗到赵光宗那个老家伙的家门口。你要是真的以为我是人贩子，你大可以一走了之啊！你不但没有走，你还反过来把我给拐卖了。你分明就是蓄意拐卖，你就是人贩子啊！我说过了，我钱被你们偷了，行李也没法带走。
如果真要回家的话，说不定会被冻死在外面。而且我担心你发现之后赶上了追，我没办法，我才……就因为你身上没钱，你就用这么无耻的手段来害一个好心送你回家的人。现在你给自己减刑脱罪，你还想方设法去害一个受害者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你？真不知道你的父母怎么教育你的。哦，对了，你的父亲死得早，你的母亲靠卖豆腐把你养大的。哎呦呦呦呦！你说一个寡妇靠卖什么豆腐才能养出你这个小贱人呢？田碧莲，你不许骂我妈！肃静，请原告注意言辞。审判长，我那些股啊，你们没被卖过，你们当然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么的绝望。我现在能活在这里，亲自告他，那都是老天开眼了。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我骂他几句怎么了？楚青青，你是否认罪？罗律师，我回家后第2天就主动报警说明了情况，我还让警察去救了田碧莲，这个算不算自首？可以减刑吗？当然算。青青，我知道你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人贩子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是我更希望你能被无罪释放。所以自首这件事情，一定要最后说。在我们讲述完所有的案件经过和我们掌握的证据之后，把它当做一张盲牌打出来，彻底坐实你没有主观故意这件事。还有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在法庭上的悔罪态度一定要好。事发时，你是出于恐惧而产生错误认知，而导致了防卫不实施。事后，你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否则，我跟你做无罪辩护和指控田碧莲都会有很大的麻烦。审判长，我认。这就认了。我承认，是我卖掉了田碧莲。我也承认，在面对那样的危急情况，我应该采取更好的办法。可是，审判长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不是坏人，我只是选择了自保，我也不是什么人贩子，我以后一定不会这样做了。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确实是事出有因，并无主观上的犯罪故意，而且我方当事人也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我方当事人在脱离危险后的第2天就选择报警。我方当事人在脱离危险后的第2天就选择报。什么叫后果不严重啊？要不是警察那么快的找到我，估计我这一辈子都被关在那个鸟不拉屎的臭山村，每天像畜生一样被打被骂。我那可怜的儿子也永远等不到我回家。这个小贱人，他竟然敢卖我，他就应该不得好死。原来你也知道。青青，你冷静点。田碧莲，你知道被拐卖的妇女有多无辜，你知道被拐进大山会遭受非人的待遇，你也知道一旦被拐卖，这一辈子都会跟亲人分离。可是这些你明明都知道，你在想要拐卖的时候，你却一点都不在乎。哼，楚青青，你到现在还不死心的想要诬陷我？你不死心也没用，待会儿判决书一下来，你就会后悔。是，我的确是后悔。你后悔也没用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报警让警察去救你。他报的警？你说什么？是你报警救了我？这怎么可能？是他报的警，他不是人贩子吗？哎呀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楚青青她根本就不是人贩子。难道楚青青说的都是真的？真正的人贩子是这个原告？不会吧，这不太合理啊。是我报警自首，也是我告诉警察你的下落，你才有机会坐在这里恬不知耻的辱骂我。但是现在我后悔了，
我就应该像你说的那样，让你一辈子关在山村里，为你所做的一切赎罪。你个贱人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狠心？如果我不狠心的话，恐怕像你这样坐上原告席的机会都没有。田碧莲，你也别再说你只是什么小偷，你这副虚伪又恶心的嘴脸简直令人作呕。像你这种天杀的人贩子，别说让你遭一天罪，就算是让你离池被处死，也是你活该。沈班长，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。我不认错，我也没有错。就算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因为我知道，就算我被关在监狱里一辈子，也比被他拐卖到山里要好。这小姑娘的气性可是真大啊！既然你选择做一个丧尽天良的人贩子，那你就要做好遭到报应的准备，而我就是你的报应。你在这里发什么疯？我根本就不是人贩子！看，他们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你们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真的不是人贩子，人贩子是他，是他！那你就要做好遭到报应的准备，而我就是你的报应。他好勇啊！我真的完全相信他不是人贩子了。看来我们之前都错怪他了。打死我也不会相信，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人会是个人贩子。看审判长的表情，应该和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一定要让楚青青无罪释放，最好把这个田碧莲抓进去，差点就被他骗了。恐怕很难。啊？为什么？他都报警了，这还不算他没有主观恶意的证据吗？而且你看弹幕，大家都在为楚青青说话。报警算是自首，只能从轻，不能抵罪。而且网友也不能改变法律。你刚刚没听他说吗？他说他不后悔，觉得自己没有错。法官就是想判他无罪，也没有理由啊。说到底，田碧莲是人贩子这回事儿，还是没有直接证据，谁都拿他没办法。怎么这样？公诉人，你是否要更改诉讼请求？刑事诉讼方面，被告人楚青青拐卖受害人田碧莲，虽然事出有因，及时自首，但防卫不适时，给受害人造成了没有必要的伤害。我方申请判楚青青有期徒刑3年。多少年？3年。至于民事诉讼方面，你还要赔偿吗？这个小贱人发了一通疯，所有人都相信他了。不行，我要是还是揪着他不放，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不如趁早结束，拿点赔偿算了，回头再借一点热度，开直播多挣一点钱。我也不知道报警救我出来的会是他，那看来我和王林池偷了他的东西，然后说了那些话，让他误以为我们是人贩子，所以才报复我的。说到底我也有错。你改的刑事诉讼条件我没有问题，至于赔偿，20万我也不要了，10万就行。辩护律师，你们的诉讼请求是否还是申请田碧莲判处无期徒刑，以及赔偿100万元？是否需要调整？还有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在法庭上的悔罪态度一定要好。事发时，你是出于恐惧而产生错误认知，而导致到防卫不适时。事后，你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否则我跟你做无罪辩护和指控田碧莲都会变得非常困难。罗律师，对不起。审判长，我方需要调整。罗律师，这是打算放弃指控田碧莲拐卖妇女了？不放弃也没办法，现在楚青青自身都难保，田碧莲拐卖这件事儿根本也没有直接证据，
想要继续指控他是不可能的。公诉人的诉求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唉，3年后我再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同学们应该都已经实习或准备毕业了吧？算了，现在这样也挺好，至少我没有被拐进山里。可是还是让田碧莲逃脱了，真不甘心。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正处于危险境地和恐惧情绪，所以将田碧莲卖给赵光宗，完全是属于自保行为。至于赵光宗2次转卖到山村里，那属于我方当事人完全无法预知的后果，并且在事后，我方当事人及时选择报警自首，所以，我方诉求1，申请判我方当事人楚青青不负刑事责任，当庭无罪释放。明明这个时候，他顺势改成和公诉人一样的诉求，他就可以轻松地结束这场庭审。他为什么冒着彻底败诉和名声受损的风险，也要帮我最后一把？你刚刚说诉求1，那2呢？诉求2，我方申请追究田碧莲及其同伙王连池的刑事责任。田碧莲和王林池的刑事责任，你是说盗窃？姓罗的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都没有追究他拐卖我了，你倒是追究起来一个破手机，还有没装几个钱的破钱包了。我方追究的不是盗窃，而是拐卖妇女，要求判处他们无期徒刑，并赔偿我方当事人100万元。罗律师，如果败诉了，我会坐牢吗？罗律师，没关系的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总比我被卖进大山要好吧。我也会一辈子记住你的恩情的。青青，你放心，我以前没能及时找到我姐姐，但是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对方辩护律师，事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方也根据事实调整了诉讼请求，你还就着这些没有证据的事情浪费时间干什么？被告年纪小不懂法，难道你也不懂吗？谁说我没有他拐卖妇女的证据的？他哪来的证据？这一单连买家都没找到，不可能有证据啊！证据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有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对，他要是有证据早就拿出来了，根本没必要等到现在，肯定是不死心，在这里耍无赖。哼，罗大律师，看来你这个山城最厉害的律师也不过如此嘛。你之前喜欢装好人立人设，你之所以愿意做他的辩护律师，就是冲着蹭这个案子的热度来的吧？哼，眼看就要败诉了，就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警告你，现在看我们这场庭审的观众肯定很多，你要是再敢造谣我是人贩子，你等着坐牢吧。卢怀仁这是在干什么？生怕因为自己败诉而毁了以前立的人设，开始胡搅蛮缠了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他在这种上千万人的直播法庭这样说，就算没有证据，那些不理智的网友也会去攻击田碧莲，他的名气可不小。那他这是想用舆论害死田碧莲吗？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啊？竟然会用这么狠的手段！田碧莲，当初看到我名字的时候，你不觉得有点熟悉吗？要不我提醒一下你，8年前，卢怀清。竟然是这样吗？辩护律师，你的意思是？审判长，他这是污蔑我，他就想毁了我的名声，让网友网暴我，他这是要我的命啊！你不能让他再继续说下去了。坐警，他要是造谣你，等他拿不出证据的时候，
不正好给你洗脱嫌疑了吗？田碧莲，看来你是想起来了。刚刚看你一副有理有据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失忆了呢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，既然你不知道，那就由我来说。审判长，我有一个姐姐，叫罗怀清。8年前，她刚从京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，本来拥有一片美好的前途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。但是，她从京都回来的时候，在机场附近失踪了。我们一家人找了她整整4年，最后，在省外的一处偏僻村庄找到了她。她死在了这个偏僻村庄的猪圈里，只留下一本日记和一个3岁的女儿。小舅子，你这是带我女儿去哪里？滚开！谁是你小舅子？我来接我姐的女儿回家。哼，你可以回家，但是这个赔钱货你得给我留下，不然以后谁给我养老啊？啊，来，爸！不给你20万，你让我把这孩子和我姐的骨灰带回去。真的吗？我想顺利的把她的骨灰和孩子接回来，所以给了那个人20万。我想找到拐卖我姐的人到底是谁，但是他已经想不起来当初把我姐卖给他的人叫什么名字。可是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那个人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。难怪罗律师以前总是帮助那些被拐卖的受害者，原来是这样。他这话的意思，难道是说……不对，我不能慌。他刚刚自己也说了，已经想不起来我的名字了。他肯定是在诈我。罗大律师，你在这说你姐姐的事儿干什么？这跟我们这场庭审有关系吗？田碧莲，我还真是不得不佩服你的心理素质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人只要犯了法，就一定会被绳之以法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会知道的。审判长，8年前拐卖我姐姐的就是他田碧莲，他就是一个人贩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件事，我还得感谢楚青青。哎呀，对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把孩子带回来之后，我也没放弃去寻找拐卖我姐姐的人。我频繁参与各地的拐卖妇女案，又根据我姐姐的日记去调查她所提到的地方。可是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，我最终也只拿到了一张模糊的嫌疑人照片。直到那天，妇女被拐1天后被解救，亲自将人贩子告上法庭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他为什么会是被害人？拐卖我姐姐的人就是田碧莲。他是罗律师，你自己也是律师，难道你不知道法庭上需要讲证据的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把证人带来了。审判长，我申请证人上庭。同意，带证人入庭。大妹子，好久不见啊！证人，请介绍自己的身份。法官大人，我叫刘耀华。叫我审判长就好。你讲述证词吧。就是那个8年前，我从这个女人手上花了2万块钱买了个媳妇儿，就是那个罗大律师的姐姐，叫罗怀清，是吧？你胡说什么？你不是说他不记得名字了吗？怎么现在来指认我？分明就是你找过来污蔑我的！你这个老娘们，你说这叫什么话吗？我虽然不记得你的名字，但是我记得你这张脸啊！8年前就是你把罗怀清带到我家里，给我当媳妇儿的嘛！
坐进。刘耀华，你能为你的证词负法律责任吗？那当然可以，我刘耀华从来都不说假话。我和罗怀清拜堂那天还请他来喝喜酒，那天来喝喜酒的所有的乡里乡亲全都记得他吗？你脑子有毛病啊你！你难道不知道买媳妇儿也同样犯法吗？你把我指认出来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田碧莲，你终于承认了。我小舅子跟我说了，只要我今天到你们这个地方，把这个真相给讲出来，他就不会追究我拐卖他姐这个责任。而且他还说了，你们这个庭审结束之后，他还给我5万块钱的辛苦费。那这个法官大人在这里，你可要说话算话。罗律师真舍得花钱啊！虽然这样能让田碧莲受到了惩罚，可是白白让刘耀华这个恶心的东西捡了个大便宜，真让人不爽。就是，买卖就该同罪，买卖就该同罪，买卖就该同罪。小子，刘耀华，收买被拐妇女罪属于公诉案件，不是自诉案。就算罗律师不追究你，我们检察机关也会起诉你。你什么意思吗？你是说我也要坐牢的？没错，不过你主动出庭作证，算你有立功表现，可以减刑。好小子，你耍老子是吧？你耍老子，耍老子！把我姐姐折磨致死，毁了她一片美好的人生。在我们回家后还3番5次借着孩子的名义来我家闹事要钱，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？你还有要说的吗？审判长，虽然我并不觉得我做错了，但是我知道我犯罪，我愿意接受法院的一切判决。如果我真的要坐牢，我想趁着这次直播庭审的机会，跟我妈妈说一句对不起。早知道我就该听您的话，等生日过完之后再出来工作。这样的话，也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了。等等，你说过生日是多少岁生日？18岁生日啊！我被拐后第2天报警的时候，正是我18岁生日。所以你犯案的时候还未成年？本庭正式宣判结果如下：被告田碧莲、王凌迟犯拐卖妇女罪，共13起，行为恶劣，且多次拒绝配合调查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赔偿给各受害者及其家属100万元。被告赵光宗因还涉及其他案件，未能调查清楚，后续将进行分庭审理。被告刘耀华犯收买被拐妇女罪、强奸罪、虐待致死罪、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被告周翠林犯收买被拐妇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。被告蒲青青案发时未满18岁，且协助警方破获拐卖犯罪团伙有功，当庭无罪释放。且协助警方破获拐卖犯罪团伙有功，当庭无罪释放。且协助警方破获拐卖犯罪团伙有功，当庭无罪释放。谢谢你，罗律师。我也要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机智勇敢的反卖了田碧莲，说不定田碧莲他们还在拐卖妇女，我也永远找不到他们。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。再说了，如果不是这件案子的热度，也不会有那么多被田碧莲拐卖的受害者被解救出来。没有你一步步帮我教我，或许今天的结果也会不一样。我决定了，我复读1年，然后考京都政法大学，将来
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律师。好。